完蛋啊！我们走不了。他跟我说，现在海上全部都是海盗，很容易被当地的什么游击队给盯上，完了你就变成了众矢之的。你到了下一个国家，这车拿不出来。一个小黑胡同，我去，给完了以后，现在人找不到了。这是我们穿越非洲遇到的最大问题，我们的中国汽车走不了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穿越非洲22000公里来到了贝宁，但去往下一个国家尼日利亚的时候，被告知无法让我们的中国汽车入境，我们的计划一下被打乱了。我们找了各种可行性方案，向北进入尼日尔，从扎德绕过去，但发现戈壁沙漠上没有路，有的只有游击队，贸然开过去九死一生。最后在一个小黑胡同里找到了唯一的解决方式，绕半个非洲将汽车从海上运到东非的吉布提，但没想到交了预付款之后，代理不见了。在中国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叫猫鼬，小朋友还把小朋友给裹在里头，你看见了吗？那现在我们的事情处理好了吗？还没有，他说明天他还继续。能联系上这人，兄弟们，这就是。他还没挂呢，还没挂呢。那我们一会儿遇到这个人，我们先不行，先看看他今天花了多少钱，不行把那个一部分钱，我知道，我们先要回来，明天跟他一起去。对，是这意思。终于见到他了，挺可以见到他。Where stop? You can stop here. 啊 ，stop there. OK. 疯了，我都兄弟们疯了，这一路上飙车回来的，真的是太恐怖了，真的。这太，其实因为我跟你说，一般我这人不太轻易去信任这个人。这个人呢，昨天有一个小举动，我们加汽油，我们当时加那一桶一桶的汽油，然后呢，加完了以后，这汽油呢，那个人故意有一根儿没加，完了他呢跟我们不认识啊，然后就直接就说，哎，你怎么没有给他加完啊？还剩一个根儿没加，他的一个举动就在维护我，我觉得应该这个人还是可以信任的吧。兄弟们啊，这个资料现在办完了，完了呢，这个钱呢，他今天没付，啊，一部分付了一部分，我把钱给要过来了啊，这现在心里算是踏实了，因为你们知道，这个钱要是在他手里要消失了，这个就完了。明天再忙，事儿再多，我们也跟着他一块儿办，确保万无一失。现在是早上起来7点，我们现在前往码头去送车，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！我们现在在多哥，这是第4次来多哥，3次去贝宁，4次进多哥，就为了能够把我们的中国汽车运上船，非常的不容易啊！之前失败了好几次，这已经是第好多天了。对，这是已经是距离我们上次托运第5天了啊！说上次能够上船，结果没上去。后来又有一个船期没上去，实在等不了了，因为在贝宁那边很少有船是往东非走，所以现在我们放弃了贝宁，返回了多哥，在这边我们又找到了一条船，能够从多哥到贝宁，然后再走，啊，非常难，因为到了贝宁以后就没有船位了，基本上，对，所以希望今天能够顺利。这个呢？就是他们的集装箱车，但是这车体高，看到了吧？我们没办法从斜坡直接开上去，所以呢就得找它低我高的地方去开。但是这个地方刚才看了不行，现在只有另外一个方法，用一个叉车把我的车插起来拖进去，或者说拖几个牌儿，让我在这牌上开到这个车上去，还是要给拖起来。现在咱们已经买，现在固定把车固定在集装箱里面，咱们都所有的东西里面就买这边啊。但是他们有人给装吗？有人给固定吗？对，咱们应该有几个人，然后咱们也应该要帮忙吧。我们要自己装。兄弟们啊，这个我之前拖车拖过很多次啊，但是头一次遇到这个托运车辆呢是自己固定的。他们不管，自己连绳子都要买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为了能尽早的继续前行，我们已经多次的穿梭在多哥与贝宁的货运码头了。但这次戴笠不再大包大揽，说出费用不包含装箱、固定、摆渡、码头等一切费用的时候，我反而觉得这次拖车算是有望了。
兄弟们，我们找到这个绳子了啊，这就是拖车绳啊。看这后边卖这个汽车配件的，来这儿买来了。这后边一个老大哥啊，卖这个啊，这个8000西法看完价啊，就是人民币90，需要4个。来 ，OK。我们拖车的时候啊，还有部分的行李会放在车里，这些东西都会跟我们一起走啊。OK， 随风，走，出发。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木材厂啊，要给这个汽车的底下垫这个木方，这就是他们这儿卖木头的啊。然后我们买2根木头，在海上它这船会来回来去动，所以还是必须要固定好了。一会儿必须要，他们是概不负责的，出了事儿概不负责，这挺恐怖啊。它这木头一个木板12000，140块钱一个木头。哎呀，好了，这算命了。他们给我们运吗？他不给运，就是咱们得想办法。那个还都不买呀。到干每家分门到跟按照。来，我们现在去把这个木头裁切。现在是要去集装箱是吧？对，现在去集装箱，再买2根小绳，还要买绳子？还买2根绳子，要这绳子固定底下不够吗的木头。不行，这个是固定车轮的，和车轮和这个红色带子是固定车轮、车体和集装箱的。那个木头没有固定的，去买4根绳子或者2根绳子剪一下。Let's go。现在呢，我们又遇到一个问题，是我们需要找一辆叉车。我们那个集装箱太高，上不去嘛。我原以为啊，这个叉车他们会组团自备，结果不是，是你自己找叉车老板谈，他们这外边有外包叉车的，然后我就让王朝他们过来谈一下。你看，老板啊，这个小叉车能不能插上我们的车呀？这个小叉车插不起来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插不起来，因为我们的车呀是比较重啊，但是可以跟它打进其他大型叉车的一个位置。耀阳，我很想问一句话，他们收的15万的安装费是干什么呢？他们不，他跟我说是你进去里边帮你安装，但是我们的这个车都是我们自己固定、自己开进去、自己插上去，我也不知道他安装什么，但是他一定要收你15万。这就是我们的车啊，上面拉了一个小箱子，看到了吗？小集装箱。哦，他来了！哇塞，我们等了那么多天，晃晃悠悠，他来了。一会儿这个叉车会把这个集装箱给插下来啊，插在地上，我们把车开进去。哦，我说也是，要不然我说他这应该插我这汽车，我很难上。他把它插下来，停上以后他再插上去。啊 ，OK， 我觉得那就简单了啊。在非洲真的是啊，就是我们很难一价全包。哎，我一上来跟他们说我要 door to door service， 就咱们中国的，哎，我给你车我不管了，到这儿我直接拿车就行。在非洲不行，一个不留神，我们的这个集装箱就被铲到地下来了。哇塞，这大哥的技术啊，也是蓝翔学过的，非洲蓝翔毕业的校长。Very nice。哦，他专门有2个叉车孔。OK， 这就是我们汽车的家了啊！看看，非常的平整啊。这就是一会儿我们固定汽车轮胎用的这个挂钩了，前面还有一个支撑啊，还不错。OK， 塞蹦，塞蹦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我们一会儿汽车开进去以后，我要从后备箱爬出去，要不然出不去。他们都来跟我们的汽车合影了啊！他们是第一次在非洲见到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啊，所以都特别的激动。连代理也跟那合影了，看看。真的，这辆车跟我们已经半年了，已经半年多了，跟我们走了这么多国家，连我们的国旗也掉色了。大家拍的都很兴奋啊！大家轮着班的
作为道具拍摄。今天要给坦克说再见了。今天要跟我们的坦克说再见了。你每天开它，你觉得感觉怎么样？开的特别舒服，特别舒服。对，开的非常的舒服。而且也舍不得它吧？对。你要跟坦克说再见了。这个兄弟叫 Gaston 啊。对。之前呢，就无论在贝宁还是在多哥，这个兄弟就一直在帮我，因为这辆咱们的中国汽车在非洲真的非常难搞定，他真的是跑前跑后，之前还发生点小误会，我以为他卷管跑路了啊，结果呢，这哥们儿还挺实在的，就给咱们的汽车加油，就这一个小动作，剩一个扶根没加进去，他就去帮我去说。这个扶根没加进去，为什么不加？我觉得他的人品真的特别好。而且刚才我们买木头呀，还有我们找铲车，他一直在讲价，跟王朝一起，一直帮我们。如果真的是没有他，我们的车真的是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因为无论从北走还是向东走，都走不了了。必须要想办法拖车。但是如果坐飞机的话，我们的车上不去，上不去，陆运不了。如果他能运，我就开过去。对，所以只有一个办法。海运真的多谢你啊 ，Maxi 不顾啊！一晃就过了半年多啊，真的还有点舍不得啊。虽然现在啊，我们只走了非洲的一半啊，再往下去，各种原因走不了，不能让我们的汽车去了。他不能去，我们人可以去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个短暂的分别还是有点伤心的。你看看他跟我们一起从中国出来。我们一起从西班牙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，我们来到了摩洛哥，走过了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，我们一起到了毛里塔尼亚，在那里我们一起开着它去找寻了胖人村，揭开了胖人的秘密。后来到了塞内加尔，我们认识了小韩，我们跟着小韩一起开着我们的中国汽车环游塞内加尔，看了他们当地的西瓜、花生、歌礼文化。从塞内加尔我们就进入了冈比亚，我们的中国汽车第一次被这么多人阻拦，最后他带着我们安全地冲出了重围。我们到达了几内亚比绍，在几内亚比绍，我们一起去探访了一夫5妻、有30多个孩子的家庭。后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了最难的一段几内亚。其实路呢，对于我们中国汽车来说，真的还好，只是我们那辆车在当地没有配件，我们几乎是零容错率。不能出任何问题，一旦出问题，我们将无法继续前行。我们穿过了几内亚，找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烈士陵墓。最后，我跟纳兰2个人上路，来到了塞拉利昂。在塞拉利昂，我们一起找到了血钻的拍摄地，一起探访了钻石和塞拉利昂的故事。从塞拉利昂，我们又进入了利比里亚。在利比里亚，我们穿过了热带雨林，走了真的是又一个巅峰的路线。下湖泊，下小溪，没有路，自己铺木板继续往前走，就希望我们的中国汽车能够不坏在路上，能够不把我们抛弃。他做到了。从利比里亚，我们到达了科特迪瓦，在科特迪瓦，我们找到了巫术的发源地。在科特迪瓦，我还遇到了新朋友啊，王朝。接下来的路是王朝陪着我们一起走的。他跟我们的中国汽车啊。也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。对，从科特迪瓦，我们进入了加纳，在加纳，我们的汽车又一次被扣了，这次被扣了48个小时，真的是王朝用尽了所有的方式，我们也花了很多的钱才把我们的中国汽车解救了。从加纳，我们进入了多哥，也是我们第一次进入多哥，对，是吧？我们真的是非常快乐，因为多哥是王朝的家，王朝的家，就是这里就是多哥。对，在多哥我们一起开着它，找寻了彝族人的部落，又从彝族人部落我们进入了最后一个第13个国家贝宁。在贝宁，我们一起开着它来到了水上村，我们遇到了水上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，我们想尽办法能够说帮助这些孩子们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，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他驮着我们看遍了西非的很多的文化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短暂分别40天啊！希望兄弟你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。我要亲手把我们的中国汽车送到他新的家园。
要跟我们的车说再见了，希望你一路顺风。我们东非再见，再见。